美军匕首2021军演展开，在太平洋区域一次性出动10几艘攻击核潜艇，搭载的巡航导弹可以发起一场大国战争。这是在模拟与中国开战吗？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美军最近搞了一个比较突然的行动，叫什么呢？叫匕首2021。它这次的特点是把自己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核潜艇一下调动了1/3，因为这个对美国过去的军事上来讲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讲美国的核潜艇，它这个一部分呢，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搭载的是核武器那这都是俄亥俄级的这种战略导弹核潜艇打24个发射管，那么这个3叉戟第2型的这种核武器呢，又是多弹头的，所以它一艘核潜艇出动，那对这个整个的就是它要打击的目标，这个毁伤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它这次主要还是动用的攻击性的核潜艇。为什么它要动用这么大量的这个攻击性的核潜艇？因为它几十艘的这种攻击性核潜艇，主要是弗吉尼亚级和这个洛杉矶级的这个核潜艇的主要是以搭载重型的鱼雷，就是反潜，还有呢就战斧巡航导弹以这个武器装备为主。那你一下调动这么多的这个攻击性的核潜艇，那这个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因为美国他自己就是指挥官说，我们是要对自己的这些核潜艇进行战备的抽检，或者是说突然检查，我看你到时候一下命令之后能不能快速的进行调动但是都是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边，这是第一点，他自己说是要进行战备的检查。还有一点呢，就我们分析他这个兵力，你比如说这个10几艘的核潜艇，因为它1/3嘛，那起码占了有10几艘的这种攻击型核潜艇。那你要达成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因为你这个演习总是要有目的的呀，所以我们说它一定是检验大国的对抗因为你如果打击一个中小国家，我们讲就是中小的国家，它要是进行这种战斧巡航导弹的这种打击，有3艘足够了，因为你可以搭载大量的几十枚、上百枚的这种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那没问题的。况且它的这个水面舰艇比如说包括提康多罗加级的巡洋舰还有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这都可以搭载战斧巡航导弹的。那你再加上潜艇的，因为潜艇嘛可以靠近一些，或者是从海里突然不知道哪个点上就冒出来了，那也够了。那你10几艘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意图。因为作为美国航母的编队，它水下是要有攻击性核潜艇为它反潜的。那这些潜艇呢，通常在它前面比如说这个20公里或者这个30公里的距离在前面先进行这种航行。航行之后呢，因为反潜呢，它用潜艇反潜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安静，然后看看周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潜艇。所以一般的一个航母编队有2艘攻击性核潜艇也够了。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你要是对陆打击的话，3艘攻击性核潜艇也够了。你动用10几艘这个攻击性的核潜艇，而且是快速的集结，你什么意思？这就体现出来大国对抗。为什么要讲大国对抗呢？你一个中小国家用得着动用这么多的核潜艇吗？你无论是一个为航母编队去进行这种反潜，或者是你进行这种就是由海向陆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打击远程间打击也够了。那你这么多干什么？所以我分析它可能就是调动这么多的这个潜艇，分成了红蓝的对抗。因为我首先检验你能不能出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出动之后能不能相互的发现对手？那你比如说这个蓝队和红队你们想想一个方向谁先发现谁然后怎么样的进行攻击这也是在演练吧，就是谁的这个作战水平或者训练水平更高一点。所以我认为美国这次进行这种就是匕首的2021演习，实际上是在检验它水下的核力量，而且主要的是在进行大国对抗的时候，能不能够集中比较优势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来对对方的水下的潜艇构成威胁，对对方的这个水面的舰艇编队构成威胁，或者是说呢，我有大量的这些水下的核潜艇然后
大量的来对陆地上的目标进行这种远程的精确的打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在为它的大国对抗和它的这种就是大国的军事博弈在做相关的准备，因为这是军事上的准备。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